我係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，一直都係做粵菜嘅。我就係2005年嚟咗上海嘅。細個嗰陣時候咧喺湛江出世。闖蕩上海灘嘅粵菜師傅黃建儀係土生土長嘅廣東仔，行走喺海風陣陣嘅廣州一德路上，如魚得水。儀哥翻嚟好多新貨睇下。係喎。我要個貨全部攞翻俾你啦！呢度過嚟睇下，呢個兩頭嘅吉品，依家喺市場上咧係最頂㗎啦，全市場都冇咩貨，1000幾斤咧先出幾個㗎。頭數係指乾鮑嘅大細，每市斤頭數越少，體積越大。呢個係頂級鮑魚嘅象徵之一，極為罕見。將頂級食材納入囊中，黃建儀心滿意足。從廣州返到上海嘅餐廳，呢座3層洋樓曾經係杜月笙同伍太太孟小冬嘅私宅，歲月流轉，而家成為粵菜獨領風騷嘅美食地標。老上海嘅風情融合新粵菜嘅韻味，沉澱歲月嘅旋轉木梯上，雀躍住食客期待嘅腳步。作為主打鮑魚嘅餐廳，總廚黃建儀選用市面上罕見嘅頂級鮑魚，底氣十足。呢個鮑魚咧，佢係未有人做嘅，所以我哋先會去做一個差異化嘅。呢個咧就係一個南非個吉品兩頭，佢呢度咧有條線，佢係雕起嚟細嘅，個邊咧要撐開嚟嘅，個工序佢係唔一樣嘅，佢出嚟個口感都唔一樣嘅。乾鮑以大為稀，同時亦以品種論身價。南非吉品鮑形似元寶，兩邊高高翹起，色透金黃，係鮑中極品。其實鹽上嘅證明咧，重放咗有幾年噶啦，所以咧佢就已經係同細心噶啦。溏心係乾鮑嘅靈魂，鮑魚本身冇溏心，必須經過長達半年以上嘅白天吊曬、晚上冷藏，先至可以令到內部組織因為溫差嘅變化發酵溶化成溏心。浸水大概浸10日到啊，之後先再焗水，就用咗熱水焗翻佢有彈性啦，先可以煲。發好嘅鮑魚手掌咁大，彈性十足，但入味都仲要借助其他肉類。佢畢竟呢個鮑魚咧，佢係一個油性唔夠嘅，即係肉味雞啊、排骨啊咁啊，補充個肉味落去，佢係比較夾啲嘅。雞同排骨經過油炸，賦予鮑魚更多香氣同金黃色澤。冰糖既能中和乾鮑嘅鹹味，仲能夠令鮑魚發脹。少量蠔油為鮑魚增添油量，突出食材本味，先至係粵菜風行大江南北嘅天然語言。經過48小時大砂煲恒溫燜煮，鮑魚終於出爐。呢個係一份完美嘅作品，期待食客嘅欣賞。宴席主角兩頭鮑正喺小砂煲裏邊鮮香4日，柔軟中帶有韌度，就好似軟心糖一樣喺嘴裏面糾纏，唇齒留香。粵菜風行滬上百年，唔單止得益於高檔餐廳嘅腔調，更加有賴於紮根弄堂嘅親民。黃建儀嘅魔都美食版圖喺格調高雅嘅別墅公館之外，仲有自在放鬆嘅江湖小館。咁啊，啲菜點樣啊？好靚啲雞，係嘛？安鋪個白切雞醃雞嚟嘅嚇。我好靚。啲鵝啊，鹽拆鵝係雲生嘅，都好靚，係嘛？即係估唔到可以浸光菜，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，係嘛？石蠔係惠州島特有嘅野生蠔類，因為佢外表好似石頭而得名。石蠔屬於濾食動物，以漂浮嘅藻類同微生物為食。除咗外形有別於生蠔，橙紅色嘅閉殼肌更加係佢獨有嘅標誌，亦都因為閉殼肌好似蛋黃，被當地人稱為蛋黃蠔。
石蠔嘅營養價值豐富，肉質緊實，口感厚重。清蒸同爆炒都係島民嘅最愛。要喺渾濁嘅海底泥沙裏面捕撈到石蠔，除咗充沛嘅體力、嫻熟嘅技術，仲要睇運氣。人起來了，看到嗎？啊，5個多哦！哇，這個石蠔好大！貝貝，在幹嘛？回來啦！今天收穫怎麼樣？啊，那麼長時間沒出海了，肯定大把貨啦。得了，這個東西交給我了，你們等一下帶客人去買菜。嗯，走。OK。18歲離開家鄉外出闖蕩，今年嘅馮耀輝已經43歲，奔波咗半世人，喺不惑之年，佢決定跟住太太返到故里，做起海島民宿嘅生意。我煮飯，我煮內。告訴客人這個島上哪些東西好吃啊，什麼東西值得吃啊，應該怎麼玩啊，那是我的事情。我煮菜，客房。挨晚係兩夫妻最忙碌嘅時候，生性嘅仔都會幫忙打下手。一般放假期的時候，我們家非常忙，幫忙端菜、拿碗、拿筷子、拿紙巾、鋪桌布。馮耀輝兩夫婦追育緊阿仔，為咗可以更好咁陪伴細路成長，佢哋選擇從城市回歸。亦因為咁樣，收穫咗而家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嘅生活。我不怎麼愛勞動，我爸太多話了。我媽，我覺得我媽沒有什麼不好的。貝貝，端菜啦！我最拿手就是海鮮，我們這裡海鮮好吃嘛。除咗帶遊客趕海，體驗漁家風情，太太嘅一手好廚藝，幫自家民宿溫暖咗遊客嘅胃，留低咗遊客嘅心。我們來第3次了，這貝媽做的口味真的是適合你們是吧？對，真的很好吃。啊，慢慢吃啊！好的，辛苦了，貝爸。啊，辛苦了，貝爸。你們慢慢吃。院仔裏面嘅忙碌告一段落，馮耀輝都嚟唔切食飯，馬不停蹄咁去到碼頭，佢要帶領另一批客人體驗海上撈飛魚。每年4到6月都係飛魚回游到惠州島產卵嘅季節。呢個時候，夜網飛魚就成為咗馮耀輝主推嘅海島體驗項目。你看到它的浪裏面翻白身子就是了。你看那邊，我看那邊啊。哦，那有看到飛起來，看到沒有？你一發現它，你就直接用那個燈，用你的燈直接就照住它。你看到嗎？啊，看到沒有？燈光照住它。我們這個網呢，就是放在它魚頭啊，一定要從魚頭方向去啊。如果不從魚頭方向的話，它就會跑掉了。照它屁股，它就飛掉了啊！對，哎呀，沒到它面前的時候，你輕輕慢慢放下去啊，不用急。看到啊，我在魚頭下面啊，起來了，看到嗎？看到吧？起來了，看看，藍色的很漂亮的魚，非常漂亮。飛魚廣泛分佈於全球各大溫暖海域，以可以飛而著名，但實際上，佢哋並唔係真正識得飛翔，而係為咗要躲避天敵，躍出海面，利用魚鰭喺空中滑翔。飛魚係惠州島春夏季最時令嘅特色美食。島民嘅廚房通常會安排清蒸同紅燒兩種烹飪方式。我們當地講究鮮，放點薑絲，放點蒜。炒香哈，然後放點蠔油，放點醬油，放點糖嘛，兩廣人吃比較甜的。
3、4分鐘就夠了。晚黑11點，忙碌嘅一家人先至食第3餐。來嘗一下本地的石蠔，滇州島特有的。太漂亮了，哇哦，真漂亮。哦，這就是我們晚上打的那個飛魚。啊，對對對，就這個飛魚，它這個月份是最好的。好鮮呐！來，吃。美食最能慰藉勞累嘅身軀，亦係連接唔同世界嘅媒介。馮耀輝覺得民宿嘅關鍵在民不在宿，人同物、人同地、人同人互動過，愛上呢度嘅美食，聽過呢度嘅故事，先能夠形成真正嘅吸引力。就是來到這裡面呢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就是來到朋友這裡面，是吧？開開心心的玩，對不對？我們就把我們這裡好的什麼好吃的啊，什麼東西就介紹，你們嘗一嘗。來了，歡迎來滇州島，我們接一下，歡迎來滇州島，還會再來。謝謝。老廣衡量夜生活質量嘅標準永遠玄妙，就係火。燒烤古時叫炙，呢個係一種直接使用火焰烹製食物嘅古老方式。幾張台凳，一部烤爐就可以搭出一個深夜食堂。乜嘢先至係老廣宵夜江湖嘅主旋律？答案只有一個。生蠔作為軟體動物，卻係有住堅硬嘅外殼，濃縮大海美味，自帶烹飪容器。生蠔一定係宵夜中最老嘅套路，但深得人心。炭烤令肥美嘅蠔肉滲出汁水，再用秘製酸辣醬加持，大海嘅鮮同山野嘅辣相互交織，老廣追求嘅色香味躍然而出。最滿意咧，就係佢嘅生蠔咧，好肥、夠鮮、夠靚，一粒都冇落去啊！非常的 Q， 然後呢，一入口它就會爆出來。它首先那個蠔很新鮮，我們吃過的蠔沒有那麼 Q 彈的，反正它那個配料非常好吃，結合那個蠔的這個鮮味，應該是我在廣州吃過生蠔當中最好吃的。蠔佬。生蠔料理嘅大師傅，1998年出道至今，專攻炭烤生蠔。佢個名叫李立寧，反而好少有人知。每個地方唔同嘅生蠔冇唔同嘅做法，比如講珠海嘅咧就比較清淡，陽江嘅咧就比較帶酸。呢個蠔係福建新會牌，比較受歡迎嘅，因為佢個肉好脆，比較甜口啲。24年嘅功力，關鍵係蠔殼厚度、火候控制，多一分就老，少一分就生。對於最佳口感嘅苛刻追求，蠔佬將上菜嘅時間都要計算在內。一般咧要烤到8成熟左右先可以做，一上到台面咧就達到我哋理想嘅9成熟，咁啲咧個保持個口感唔啲。一樣嘅生蠔養活咗百家嘅生意。喺蠔佬少就係多嘅烹飪哲學裏邊，有一個難以複製嘅秘密武器。冇怕啦，洞門秘方唔過開㗎。呢個洞門秘方咧係我揾食嘅架撐嚟嘅。曾經有人出錢賣，我唔肯賣，甚至連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。但是現在在我手上。冇計，跟你揾食。蠔佬嘅知音叫黃軍，一個從安徽到廣州創業嘅吃貨，經常穿梭喺老街細巷打卡各種美食。幫我來一個招牌牛雜。喺一次偶然嘅宵夜飯局裏邊，黃軍同蠔佬從一見如故嘅生蠔知己，變成咗事業上嘅最佳拍檔。我們目前的生蠔的做法有8種，蠔佬他的技術是得到了這個認可。鮑魚切片，大蝦開邊，加入生蠔，粥水浸潤，
煲出大海嘅鮮，秘製醬汁鹹鮮交融，蒜鮮生蠔烘托出大海嘅甜。雞子攜手小龍蝦同生蠔喺炭火上共舞，海洋同陸地、鹹水同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嘅暖。無論你係偏愛清淡定係鍾情重口，總有一款可以滿足你挑剔嘅味蕾。對於將生蠔作為終身事業嘅兩兄弟，佢哋一直喺度等待嚟自大海嘅消息。老闆娘您好，您好。你订的那个生蚝明天到货了哦，我们预装提到一斤特大的野生蚝。好的，我明天就去看貨，你給我留着。廣州黃沙水產交易市場係餐飲人嘅聖地，貨如輪轉。喺呢家華南地區最大嘅水產品綜合交易市場裏面，考究嘅唔單止係眼力，仲有人脈。老闆娘，你好。這個肥都很肥的。谁都可以。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貨了沒有？啊，到了。哇，天，哇，這個大，這個長。這個是因為我們之前呢釣養的蠔，它有一些會到海裡去，然後它會自然生長。我們都要派人到海裡去潛水找才能找得到。按照這個年輪幾十輪啊，最起碼要10幾年才有這麼大，不過還是野生的才有。這個貨馬上送過去啊！好的。物以稀為貴，野生大蠔到貨嘅消息，隨住夜幕降臨，早已經喺食家嘅朋友圈裏面不脛而走。嘗鮮一定係今晚嘅主題，但係蠔佬心知肚明，挑剔嘅老廣並唔會為花巧埋單，失之毫厘，謀之千里。清燒、蒜蓉、蒜辣3種口味，點樣為難得嘅食材注入靈魂？呢個係個問題。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那個生蠔，是吧？烤好嘅野生蠔香氣四溢，但係食起身就幾難咬。味道怎麼樣？味道是可以，還是老的，不是說烤老了，是本身肉質老。10幾年的生蠔大了，那肉肯定有點老。這個給客人抽獎。晚黑9點，食客如約而至，一打生蠔，幾份烤串，生意熱鬧如常。野生大蠔嘅抽獎即刻掀起咗一波小熱潮。尺寸驚人嘅野生蠔成為咗呢個夜晚驚喜又奇特嘅小插曲。深夜3點，生蠔創業2人組終於得閒，趁住夜色飲翻杯，將美味享受做成咗工作同事業。當初或者只係一時衝動，但係對食材嘅執着同對技藝嘅堅守，或者喺度敘述另一個故事。對於生活嘅雄心壯志，先至係茫茫黑夜中嘅北斗星。我們繼續加油！凌晨時分，三亞崖州漁港碼頭，一場由漁娘主導嘅海鮮買賣即將上演。165，那麼貴了嗎？對啊，前都慢了9錢了。不少的。多少？80啊！你明天就帶嚟賣。男人出海捕魚，女人留守岸上，久而久之，呢個岸邊魚市就成為咗女人嘅天下。每日凌晨3點，各路人馬匯集喺港口，攞住電筒，開始咗掃雷式嘅獵魚行動。我比我還長。我拿彈回去給你。
人稱三亞魚王嘅蕭石成嚟自廣東茂名，佢每晚都會準時參加呢場將討價還價發揮到極致嘅競技賽。你不要往中間出來，人他們剛剛的那個阿康就稱，跟我們稱。哦，你好像啊！不是，你這個是黃班，稱是稱啊，他們一起稱。哎，我們48塊，我們都賣，我賣45給你們，好香啊！哦，45啊，這個。那個他們也給48塊，我不肯賣。喺崖州漁港嘅魚販心裏邊，蕭石成唔單止係斬價能手，仲係販魚達人。無論幾大幾貴幾難揾嘅魚，到咗佢手裏面，總係有辦法賣出去。但蕭石成太善於壓價，令到港口嘅魚娘對佢又愛又恨。每次到嚟碼頭，什麼魚都有，那個石斑咯，那個海乾草咯，馬鰍咯，什麼都有。哎，收到一條好貨，這釣魚啊，就是我們要過力。討價還價係一個博弈嘅過程，連續幾個鐘頭嘅議價之戰，隨住逐漸天光而落下帷幕。蕭石成今日嘅收穫達唔到預期。幾百斤啊，唔係多，都唔夠，好多人訂到貨都冇。即係天氣啊，影響嗰啲船啊，冷空氣嘛，冷空氣嗰啲船冇出海啊，可能。做呢行嘢啊，都係三更半夜出去㗎，跟住7、8、6日都係咁。朝早8點，三亞農貿市場迎嚟咗採購高峰。蕭石成都趕住喺呢個時候將今日嘅戰利品展示喺自己嘅攤位上。拿多少白鯧啊？今天人家訂了20條啊，夠不夠啊？有20條啊，都是2、3斤一條的。還要石斑啊，還要發貨去哈爾濱啊，夠不夠？留起來發空運的吧，這些都是。啊。這個少一點，多少錢的要？150。我拿，對啊，145拿來了。算我140就可以了。就是你140你拿來給我，我會給現場給我。市場人來人往，但蕭石成嘅檔口前反而人氣平平。一向淡定嘅佢相信，靚貨都要遇到有緣人。一家有，自己收的，我就老客啦，幾十年啦。我是靠谱，年年來，年年買，別人家不行。都養殖不是他家那麼野生的詞。幾年落嚟，差異化嘅經營策略幫蕭石成積累咗一大班忠實嘅粉絲，亦正因為咁樣，令到14年前嘅蕭石成嘅經營逃過一劫。而呢一切都要歸功於佢太太趙香蘭。即係老婆建議啊，買嗰啲撈人哋唔同嗰啲魚啊，可能去吸引嗰啲客戶啊。像這些啊，特別是這種，因為我就是在海鮮店裡面幹嘛，因為我是當服務員，客戶也蠻喜歡吃，然後也是我們海南的特色。後面拿上來的時候，一下子就賣完了。鸚哥魚就係蕭石成當年渡過嚴重虧損難關嘅救命稻草。鸚哥魚又叫鸚鵡魚，喺中國主要生長喺海南、廣東、浙江等地。成身好靚嘅顏色，嘴同身體融合喺一齊，形狀就好似鸚鵡嘅嘴咁。鸚哥魚外形獨特，處理起身就非常複雜繁瑣。刮除既硬又厚嘅魚鱗，耗時費力。喺海南，鸚哥魚最受歡迎嘅做法係清蒸或者紅燒，但好少人知道鸚哥魚嘅魚鱗都係寶。攞雞蛋液、吉士粉同魚鱗一齊攪拌均勻，放入120度嘅油鑊裏邊炸10秒，馬上撈起。最後再加埋麵包糠、蔥花，猛火快炒，就係一味酥脆鮮香嘅送酒菜。看這條也是鮮的啊！你看，我們看，就這麼大的5、6斤啊。青衣怎麼吃？青衣你來打火鍋蒸火刺身啊。青衣有沒有好的、新鮮的？新鮮的，剛回來，今天都是剛釣回來的。哪敢多青衣？啊。性格沉穩、
做事踏實嘅蕭石成夫妻魚檔，唔單止喺市場叫得出名，借助各種新媒體平台，佢積累咗1萬幾嘅粉絲，喺網絡銷售盛行嘅當下，闖出咗一條新路。我要趕時間去機場發貨。哦，好的，你快點回來啊！就是想解決這個保鮮這技術，全國各地我都跑遍過了，最終選擇就是這個微凍。食海鮮就為呢一口鮮，而蕭石成嘅出品就係鮮嘅保證。除咗對海鮮品質把控嚴格之外，蕭石成嘅保鮮方法都係與眾不同。將鮮活嘅海產品放置喺微凍設備嘅液體當中，10分鐘唔到就可以使佢硬化。呢個就係蕭石成口中嘅鮮活微凍技術。微凍就是主要是保證它的細胞不會破裂，不會死亡，就新鮮度啊、口感啊都保證原汁原味的。這樣乾苦力的活，你閒下來的話都是睡不着的感覺。生活啊，為了生活只能這樣啊。晚黑11點先至結束一日嘅工作，凌晨2點又要再出發。呢個係蕭石成嘅生活規律。哇，大螃蟹哦！大螃蟹，來動手動手。但係今日細仔要去海口打比賽，蕭石成提早結束工作，要為屋企人提供一餐豐富嘅海鮮宴，加油打氣。平常爸爸媽媽都是辛苦的，到時候你就自覺一點，在學校啊，支持都是會改變命運的啊，不然就像爸爸那樣搞得苦力活，以後的話你要靠你們自己的。來，辛苦了，不辛苦，我們不辛苦，好好讀書，努力學習，爸爸媽媽再辛苦都沒關係啊。8月神快，啊，雨神快嚟啦！哦，過嚟啦！哦，馬上了啊！你們慢慢吃啊，我要船回來了，哎，對，船回來了，我要下碼頭拿貨。水產行業將鮮味運送俾人，自己就捱得辛苦。一年到頭披星戴月，蕭石成都係喺黑夜中揾貨，喺人群中斬價。每一個港口都有咁樣嘅身影，佢哋膊頭上肩負住家庭重任，不捨晝夜。呢啲身影匯聚，亦就成為咗港口嘅繁榮與喧鬧，從未停歇。